沙特阿拉伯人吃饭每一次都是很多食物，他们会浪费食物吗？吃不完的食物会去哪里呢？我后面会告诉你们。沙特阿拉伯人面对亲情、面对朋友的一些人情世故，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小孩子去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客人从来不会当着主人的面说不要吃这个，不要喝那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渐渐的，我也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闭嘴的时候就闭嘴。大嫂在准备食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人会去陆陆续续的给她帮忙，包括我婆婆在内。所有的食物呢，她都是备的2份，因为我们是男女分开吃的。前菜、主食还有甜品全部都是家里做的，包括一些很漂亮的饮料。在他们的眼里，如果能够自己亲自为家里人做一顿饭的话，其实是一种最真诚的邀请。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触动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在吃完饭以后，他会自发的跟主人一起去收拾桌子，去整理，去把一些一次性的用具放在垃圾袋里面去做分类，然后把没有吃的东西，然后又把它分类放好，是每一个人自发的哦。主人这个时候也不会说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吧。这个时候我也会很积极的参与到他们里面去。你只有自己不把自己当外人，别人才不会把你当外人，对吧？和婆家人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了沙特阿拉伯人的循规蹈矩、彬彬有礼，还有那些不会让人感到排斥的人情世故。吃完了晚饭以后呢，回到沙发区域，开始喝咖啡、喝茶、聊天，然后各种点心又上来了，香薰也点着。你会发现去沙特阿拉伯人家里做客，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你出门的嘴巴是绝对不会停的。衡量一次成功的邀请的指标是你备了多少食物，你备了多少点心，你是否面面俱到为小孩子也着想了。大龙的哥哥姐姐们最近一直喜欢拿出以前的老照片出来，然后拿手机翻拍，透过我手机镜头给你们看一下大龙哥哥婚礼当天的情景。当时我的婆婆好像40岁都不到，肚子里面还怀着最小的一个妹妹。我婆婆好像是14或者是15岁就结婚了，嘴巴里面的点心还没有吞下去，巧克力又来了，我婉言谢绝了。差不多到了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又要开始吃饭了。减肥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想都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不吃就是不礼貌。现在我来告诉你，他们吃不下的东西怎么处理。他们就是接着第2顿继续吃，然后第2顿吃完了以后，就会去开始分类，把动过的食物和没动过的食物全部把它分开，然后有专门的慈善机构来家里去收这些食物，然后慈善机构收了这些食物以后，他们还会再分配动过和没动过的，动过的就去给动物吃，没动过的就去给穷人吃。他们这个民族信仰文化里面是不允许浪费的。这个时候是晚上12点多钟，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走了，因为小朋友很困。大嫂这个时候就从楼上拿出了3份小礼物，分别送给3个孩子。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棒。其实礼物里面就是一些糖果、巧克力或者饼干什么的，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是有存在感的。虽然是小朋友，但是也是客人，对吧？这种不分年龄的尊重，真的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时候大龙就已经在房子外面等着了。有时候这种聚会很好玩，你会发现你出去以后全是白压压的一片，全是老公。也有的是儿子等老妈的，就是你会发现外面都是扎堆聊天。一般男的就会先在外面等着，然后发信息告诉他已经在了，然后里面的女的才会开始穿衣服、戴头巾，然后搞孩子，就很磨蹭。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对于我来说，如果稍微那天人多一点，我就不好找老公了。穿的衣服、开的车都差不多，而且我还近视。肉肉果然还是在路上睡着了。还想了解什么？留言告诉我吧。散会。很多人让我说一下沙特阿拉伯人的教育。说实话，我没有资格去评论沙特的教育体系，因为我并不了解。我最多只能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一下啊，就是一桌子大人在吃饭，3个小孩子没有坐上桌子没吃饭，大人们就不会再去叫他们了，就让他们自己去玩。这如果是1年多以前的我和中国的一些父母处理起来的方式肯定不是这样子，要么就是先让孩子吃完，喂完了以后大人再吃，要么就是孩子一定会把他叫到桌子上面一起吃。今天肉姐的爸爸也在，还有他们的妈妈，包括我们，你看淡定成什么样子了，自己吃自己喝，小孩子到了2个小时以后都饿得像鬼一样，然后过来要吃的，就给他们一人下一点意大利面，连个肉连个青菜都没有。
肉肉的表姐，一个3岁多，一个快5岁了，两个人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上过补习班。他们的妈妈是全职妈妈，爸爸是个刑警。他们一点都没有被学习的焦虑打乱自己的生活，反倒是我，虽然我人在沙特，但是我焦虑的一塌糊涂。沙特的家长们特别的不鸡血，一切顺其自然。家里稍微有点条件的话，就是孩子们都会读完大学。像大荣家里的哥哥姐姐，除了自己的大哥哥以外，全部都是大学毕业，包括大龙，他是在中国读的本科。但是呢，在沙特住的比较偏远、比较落后的一些地方，那边是没有学校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一穷都是要穷3代的，除非那个地方被政府开发了。之前我也说过，沙特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他比较支持学生出国留学。如果出国留学的话，每个月他会给他们差不多，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5000左右。沙特有一部分家庭，他其实对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其实还是比较提前的。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分家庭的，有些家庭注重，有些家庭不注重，其实跟中国很多家庭是类似的。肉肉的这2个表姐虽然没有去上过幼儿园，但是在品德教育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输给任何学校。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从小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孩子一定要知道是非黑白、善与恶，有必要的时候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善于拒绝不怀好意的人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如果学科类的领域不是特别擅长，我觉得我也不会去逼我的孩子，他喜欢什么东西我就支持他。我特别希望他以后是一个高情商的人，阳光、积极、乐观，去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散会。怎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问我沙特阿拉伯有没有穷人？其实我在之前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次我都在疯狂的暗示沙特阿拉伯其实是有很多穷人的，而且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这几个袋子里面有很多是肉肉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小了，还有很多是新的，还有一些就是我跟大龙不怎么穿的衣服，这也是我的鞋子。肉肉的鞋子相对比较旧一点，因为穿的比较多，我跟大龙的鞋子都基本上是新的。我们准备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呢，就是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婆婆告诉我们的，她上个礼拜刚去过。她说你拿什么东西过去，那边的人都会需要。我们出门的时候才想起来忘记带一点吃的，因为我婆婆说那边小孩子也挺多的。但是我婆婆她叮嘱了，就是最好是我和肉肉不要下车。到了那里以后，我才知道原因。我记得半年前我们拿肉肉的衣服去送给别人，我们其实是提前2-3个礼拜就跟他说好了，只不过是说后来送的时候呢，忘记再提醒他一次，结果他以为我们是没有经过他同意把他东西给了别人，就很生气。这一次我们就当天跟他说，他同意了，所以就没闹什么。那个地方离家里也不远，但是要开车去找，因为毕竟不像是找一个商铺、找一个餐厅，你可以 GPS 一下，那些人他是在户外的。我们就要开车一直去找他们在哪个地方，但是他们每天活动的区域就在那里，差不多到了，然后沿路上看到很多人就会坐在街边上，我就没有拍他们。然后呢，这些人知道我们停下来有东西要送给他们，就一窝蜂的全部跑过来抢，就是车子的后盖一打开，就是大龙没有办法去插手，就是他们自己一窝蜂的全抢走了。这是我婆婆提醒我不要下车的原因。这些人他们是叙利亚的，就是想着其实也挺可怜的，还有那么多小孩子，连自己的家都没有了。他们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争斗的牺牲品。这个事情搞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跟婆婆还有吴姐还有他们的孩子去公园里面汇合。因为每天都是去亲戚家里大吃大喝的，所以今天想换一下。我们顺路在餐厅买了一些吃的。婆婆他们那边他们会带一些咖啡呀、红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点心什么的。我还以为就我们会这样子，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发现车都没地方停，出来的人太多了，再加上天气特别好又不热，我们坐了一会儿甚至还觉得很冷。这种对于他们来说不属于正餐，他们把这一顿吃完了以后，可能到了11、12点钟的时候还会再吃一顿。我老公在封斋的时候，他每天晚上差不多快睡觉之前2-3点钟，他会再吃一顿酸奶和一个香蕉。他说这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渴。但是我不行，我每天到了差不多12点、1点钟的时候，眼睛实在是睁都睁不开了。虽然我特别不想去睡。我们正在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人背了一大包过来，是买那个香木的沉香。本来是想看一下好不好，可以买一点，结果大龙试了一下，他觉得都不太好，就是很假。
这种沉香他们只能卖给那种不太懂的人，品质和价格参差不齐，市面上的假沉香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对沉香这个东西有点陌生，也许你听过，但是你并不知道沉香这个东西点了以后，除了味道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其实用处非常多，它可以在你的头发和皮肤还有那个衣服上停留的时间非常久，甚至可以帮助你的香水一起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沉香它还具备那个消炎杀菌，包括就是睡眠不太好的人，它可以安睡，但是它只有辅助的功能，并不具备治疗功能。沉香的说法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辟邪的呀，还有什么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都有的。还有好多人分头找我和大龙去代购沉香的，他们应该是比较懂的。还有人甚至私信让我去帮他们找那种水里的老沉香。我们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一块，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你做代购也好，还是卖给别人也好，你是要对产品质量，还有它的这个运输，包括就是发件、售后都要负责任的。所以，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供应商给我们稳定供货，我们不考虑这一块。特别是沉香这个东西，坑真的很多，好吧？大家别催了啊，散会。